哎，上课咯，上课咯！那个还在偷看外国人吃臭豆腐影片的同学，手机收起来啦。好啦，我是你们最爱的班导。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要来聊点很有趣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啦。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超好笑。它叫做什么？外国网红流量密码分析报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我们觉得不就很正常的日常生活小事，在外国朋友眼里，竟然像是走进了什么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一样。你说奇不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我们先从一个充满美妙音乐，但结局却有点心碎的故事开始。这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上了第一堂震撼教育课。来，大家想一下，你觉得是什么事情会让一个满心期待来到台湾的外国人，就那么一瞬间感觉到梦想破灭？提示一下跟食物无关，也跟天气没关系，猜猜看。答案就是这个啦。你想想看傍晚的时候，街上传来那个噔噔噔噔给爱丽丝的音乐，在他们国家这想都不用想，200%是冰淇淋车来了，所以他们就超兴奋抓着钱包就往下冲。结果嘞，冲到楼下，没有什么香草巧克力冰淇淋，迎接他们的是全社区的阿公阿嬷，手上还提着2大包，香喷喷的厨余。这个心碎的时刻，我们就称之为冰淇淋车的背叛。不过，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才不是什么背叛呢，这根本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全民运动会，好不好？那个音乐一响起，根本就是信号枪，全台湾的人，不管男女老少，肾上腺素直接飙起来，拎着垃圾袋，拿出跑100米的速度，像在比奥运接力赛一样往前冲。跟你说，这种又荒谬又热血的仪式感，全世界真的只有台湾看得到。好，讲完听觉上的震撼，我们来看看视觉上的这是台湾的另一种魔法一种让外国人真的看到会歪头想说你们台湾人是怎样的一种超凡的勇气。没错，场景换到咖啡厅或图书馆，你想想看，如果你想去上个厕所，你会怎么做？是不是很自然的就把最新的 iPhone、MacBook 直接大拉拉的丢在桌上，人就走了？好像那个桌子周围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魔法结界一样。这在外国人眼里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很多地方，我跟你说，你的手机只要离开视线超过1秒，下一秒钟它可能就已经出现在二手拍卖网站上了，标题还写着9成新含泪跳楼大拍卖。所以啦，这个魔法结界的咒语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啦，就是这句话。说真的，大家对你那台最新的手机电脑可能真的兴趣不大，我们真正虎视眈眈用眼神在厮杀的是那个全店唯一有插座的那个黄金宝座，这才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好吗？当然啦，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安全感，就是你走在路上，路边的阿嬷会用一种你知道像 X 光一样的眼神，把你从头到脚扫描一遍。虽然东西是不会被偷啦，但这种被关心的压力，也是一种很到底的台式体验了。好了，讲完安全感，我们来看下一个让外国人啧啧称奇的台湾奇迹。这个有2个重点一个是我们什么都办得到的便利商店，另一个是便宜到像在开玩笑的医疗。我跟你们说，以后如果有外国朋友问你们台湾人信什么教啊？除了那些传统宗教，你一定要很骄傲地告诉他，我们真正的全民信仰是7-11神教。没错，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的心灵寄托。阿们。为什么？你看，从缴税、领包裹、洗照片，到你还可以在里面吃麻辣锅耶！小七根本就是万能的，而且那个叮咚的开门声，你们不觉得吗？那根本就是一种集体制约，一种催眠，听久了会上瘾，一天没听到还会觉得，今天是不是少了什么？再来这个更猛的，我们的健保。你们看看这个比较表，夸不夸张？在美国看一次牙医，那个账单寄来，你可能真的要开始上网查一下肾脏市价。在台湾大概就是2杯星巴克的钱。你说这对他们来说不是魔法世界是什么？
而且台湾的医生不止医术好，还超有人情味。他可能嘴巴里塞满了各种器具，帮你检查牙齿到一半，然后就会含糊不清的问你：“弟弟啊，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啊？”这种突然其来的关心，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八卦这才是最正港的台湾味啦。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这堂课快结束了。在下课之前，老师要传授你们一个50秘籍，一个最强的国民外交武器。只要学会这一个字，我跟你保证，所有沟通问题迎刃而解。就是这个字，你不要小看它哦。你看，它可以表达愤怒，你再说一次，可以表达疑惑，你说什么？可以表达惊讶，真的假的啦？甚至还可以用来回应别人的告白，你看是不是超好用？根本就是我们语言界的瑞士刀啊！对了，讲到沟通，顺便提一下，我们台湾人那个肢体语言也很特别，就是在路上如果不小心撞到别人，那个道歉的程度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对不起，两个人在那边互相鞠躬，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下一秒就要原地交换戒指，直接结婚了。这也是我们很可爱的一个文化特色啦。所以啦，这就是台湾一个又安全又方便，可能有点吵啦，但是充满了人情味跟各种惊喜的地方。好，最后老师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当作业。除了今天讲的这些，你觉得下一个会让外国人吓到下巴掉下来的台湾日常会是什么？自己想象哦。好啦，值日生记得擦黑板。下课。